随着乌军王牌机械化旅的投入，罗伯季涅方向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拉锯战后，8月28日，乌方表示已经成功解放扎波罗热州的罗伯季涅，反攻进度渐入佳境，离解放梅利托波尔以西地区仅剩10到15公里。乌军是如何解放罗伯季涅的？又会如何围剿剩下的3000俄军？以及接下来的反攻方向是如何切断俄罗斯与克里米亚运输线的？我们接着往下看。8月15日，乌军将最后的预备队第82空突旅部署到罗伯季涅以北地区。此时，乌军战力最强的几支部队在这里已集结完毕，接下来就对罗伯季涅的俄军阵地发起了猛攻，准备一鼓作气拿下这个据点。在此期间，双方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有资料统计称，自8月以来，罗伯季涅地区俄乌双方平均每天都要损失1个营的兵力。比如，乌军第47机械化步兵旅为了解放该地区，仅2个月就进行3次大规模补援，其伤亡之惨重由此可见一斑。8月16到17日，乌军保持强大攻势，不断压缩俄军阵地空间，迫使俄军放弃中心区域，退往南部据守。随后，这个局面持续了4-5天，大概率是因为乌军尚不清楚俄军兵力和部署，不敢贸然进攻，也可能是乌军在等待后勤补给与休整。于是这段时间，乌军没有大规模向南发起攻势。直到8月22日，乌军开始组织新一轮进攻。此前损失较大的第47和118机步旅被换下，由第46和82空突旅以及国民警卫队15旅负责主攻。有了生力军的援助，乌军很快就突破了俄军第2道防线，迫使俄军放弃在罗伯季涅最后的据点，完全撤离。至此，罗伯季涅的主要防御阵地均被乌军所掌控，罗伯季涅得以解放。但乌军出于谨慎，为了确保罗伯季涅不再有被俄军夺回的风险，特意将消息延后。最后由乌克兰副国防部长马里亚尔在8月28日宣布了解放消息。对了，在乌军解放罗伯季涅过程中，还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乌军第47机步旅由于8月12日被俄军用重磅炸弹精确命中了指挥部，导致其在最后的解放过程中一直处于后方休整状态。但扎卢日内却坚持声称是该部队将国旗插上罗伯季涅镇议会，完成了这仪式感极强的解放。由此可见，乌军部队是一个荣誉共同体。47旅虽没能参与最后的解放，但他们在此地的付出一直都有人记得。这些强加的功劳大概是对这支王牌部队最好的慰藉。总之，罗伯季涅是继旧马约尔斯克后乌军攻克的第2个较大居民点，对乌军后续的反攻有着极大的帮助。眼下，乌军不但巩固了罗伯季涅的防守，还朝着更南面的新晋罗科皮夫卡和东南面的奥切列图瓦捷推进，目前已沿着 T0408 公路逼近到新普罗科皮夫卡以北约1公里处。俄军在这一区域还有最后3个团约3000人的兵力，分别是第6、1430和210摩步团。这3个团以品字形面向北方部署，对乌军严防死守。但是乌军第82空突旅却选择避其锋芒，没有选择从正面进攻新普罗科皮夫卡，而是选择从罗伯季涅向东进军，绕道从东侧向南推进，成功出现在俄军东部的侧翼位置，一举突破了俄军薄弱区域，从而打开了战局。而吃了亏的俄军反应也不慢，开始针对性进行调整。其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迅速在周边准备了更多的防御工事，如隐蔽的射击阵地和掩体，甚至还修建了几条100至350米长的交通壕，便于未来增援和撤退。俄军希望以此阻止乌军的推进。在另一个方向，罗伯季涅的进攻通道打开后，乌军第46突击旅还沿着战线一路向正东方向推进，直奔罗伯季涅东侧的维尔博夫地区，想借助罗伯季涅这个支点打开更大的战线宽度，以此来容纳更多的乌军部队参与作战。
未来是想将扎波罗热的主要作战区域连成一片，为快速取得战略性突破奠定基础。为此，乌军还在这个方向增援了第15和18两个机械化旅，但这些对俄军而言就比较痛苦了。在丢掉罗伯季涅后，俄军在维尔波夫地区的门户大开，该地区危险程度急剧上升。要知道，罗伯季涅和维尔波夫之间的防线长达12公里，俄军根本无法进行全面防护。再加上乌军火炮大量部署在罗伯季涅后，俄军的增援部队就已完全暴露在乌军的监视和炮火之下，无法为其他部队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如俄军出动第42摩托化步兵师，试图对乌军的先头部队发动反击，结果却遭到了乌军部署在罗伯季涅前线大量 BM21火箭炮的洗礼而损失惨重，打断了其反击行动。目前网上已有消息传出称，维尔波夫的部分地区已经被乌军突破。值得注意的是，乌军之所以能成功解放罗伯季涅地区，是有着以下3点做铺垫才成功的。首先是从7月开始，乌军的反攻重点开始逐步南移，乌军最强几支机械化旅的到来，才换来了扎波罗热南部反攻进展的大提速。而除此之外，乌军还同步在罗伯季涅战场上使用了大量自行生产的新型自杀式无人机和澳大利亚援助的纸飞机，给俄军炮兵阵地带来了不少麻烦，限制了其火炮优势。其次是乌军的扫雷装备更新换代了，曾经拦住乌军2个月的地雷防线战术已经不好用了。俄军的地雷阵令乌军头疼不已，甚至还动用俄空天军进行空中布雷，给乌军的反攻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不但大大拖延了乌军装甲部队的速度，还给急于突击的车队带来了不小损失。如在扎波罗热战场上被摧毁的德国豹 2A6、美国 M2 步战车等，都是地雷阵的战果。但现在乌军的扫雷装备经过多次升级后，借助美制扫雷车配合多种扫雷模式，已经能有效降低雷区的危险，可以保障乌军重型部队较快穿越雷场而不受损伤。地雷阵再也挡不住乌军反攻的步伐。最后，由于乌军大量装甲部队的突然抵近，导致俄军一下子慌了神。如俄军虽然增加了柳叶刀等无人机的空袭次数，但其打击效率却大幅下降，发生了多起误击友军的事件。从 T90 主战坦克到 BTR-82A 装甲车都有被炸毁的案例。乌军在罗伯季涅地区的士气、装备、战术都超过俄军，所以才能顺利解放。那接下来的反攻方向是如何切断俄罗斯与克里米亚运输线的呢？火力军之前就说，乌军接下来攻打方向是托克马克，是梅利托波尔。如今结合美国西点军校助理教授卡尔伯格的观点，乌军向这2方向进发的可能性更大了。因为从罗伯季涅开始，乌军只需向前推进10到15公里，就能用火炮封锁俄军的运输路线，如 M14、E105公路。这样就能拦腰切断俄军的运输补给通道，从而降低影响俄军的作战能力，为乌克兰的胜利取得重要进展。那乌克兰具体会如何做？从地图上看， M14 公路为东西走向，大体与海岸线平行，距海岸约7公里至10公里。E105公路南北走向，连接克里米亚，2条公路附近都有广阔的后勤走廊，俄军在其附近都设有补给和弹药堆、燃料仓库、高层指挥所、预备队等设施。而罗伯季涅距离托克马克不到30公里，距离梅利托波尔不到80公里，有着 M142 和 M270 多管火箭炮的乌军部队，利用远程火炮轻轻松松就能封锁俄军的补给线。如 M142 的一个发射箱，总共能携带6枚火箭弹或1枚 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前者携带有导引或无导引的弹头，射程可达42公里，后者 ATACMS 的射程则达到了300公里远。而美国确定援乌38套海马斯，现已给予乌克兰陆军24套海马斯在前线作战，并持续补充其弹药。虽然援助的这些227毫米火炮射程没有原版那么远，但至少也有80-90公里，用在这里也是足够的。其后是北约155毫米的各种火炮，包括 M109、M777，它们的有效射程都在24到40公里左右。
这些火炮的射程都比152毫米射程只有20公里的苏式火炮射程要远。在2022年俄乌战争期间，乌军共接收来自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合共超过100门 M777 榴弹炮及30万发155毫米炮弹。乌军部队现在从罗伯季涅向南出发，每向前收复1寸，俄军的后勤走廊就会变得越来越窄。等到上述俄军设施进入乌克兰火箭与火炮的射程范围内，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就将面临补给缺少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该地区的俄军处于乌军炮火的打击下。当然，若是能拿下托克马克甚至梅利托波尔以西的俄军后勤将处于随时断绝的状态，尤其是随着冬季的临近，俄军将面临与去年秋天第聂伯河西岸发生的情况那样，被迫接受现实，要么冒着大规模部队投降的风险继续战斗，要么就自己主动撤退。由此可见，无论哪种方式，从俄罗斯到克里米亚的所谓路桥都将被乌军切断。而俄军现在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乌军目前还有把机动多管火箭与火炮部署在罗伯季涅战区的前沿，因为乌军现有的这些火炮单位可是相当珍贵的，必须要在前线后方10到15公里的安全位置使用。因此，乌军现在的奋斗目标就是以罗伯季涅为起点，再向南推进10到15公里，这样就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可供部署。届时，所有的东西向和一部分南北走向的公路、铁路都将笼罩在乌军火箭炮、火炮的射程范围内。俄军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的运输车辆将不再赶走这趟死亡公路。那对克里米亚有什么影响呢？要是乌军真的用火炮封锁了 M14和 E105公路，这意味着克里米亚只能从刻赤大桥或海上提供进行补给。但这远远是不够的，因为刻赤大桥和海上补给船也都在乌军无人机、无人舰艇的打击范围内。到那时，克宫将不得不面临克里米亚230万人口和俄驻守部队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遭受物资短缺的困境。大家想想，若是真的发生过，克里米亚上生活的人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像去年那般出现大量平民外逃？我想这必是克宫不愿意接受的。总的来说，火力军以上的种种推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大家觉得乌军能将俄军腰斩成2段吗？若是成功，火力军觉得乌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收益将超越巴赫穆特绞肉机。好了，关于乌军以罗伯季涅为起点腰斩俄军运输线的战略意图，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